21号，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抵达北京，开始为期3天的中国之行。这是他的首次访华，行程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哈贝克是欧洲提出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后，到访中国最高层级的欧洲国家领导人。 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之后，德国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21号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访问中国之行。陪同他出行的还有德国联邦议院成员和商业代表团。德国经济部发言人介绍，哈贝克访华讨论的主题将是地缘政治形势、双边经济关系和其他全球挑战。据路透社消息，哈贝克抵达北京后，在德国驻华大使馆招待了欧盟各国大使，并呼吁德国更新对华政策。哈贝克在招待会致辞中强调对双边的中期关系进行管理的重要性。他认为德国需要更新对华战略，因为德方的中期对华关系缺乏方向性。他希望纳入更长期的计划，并考虑参考欧洲整体的做法。哈贝克也提出了一些中德合作的具体领域，指出可在政治、贸易和气候行动中解决具体问题。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德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21号晚发布了几张哈贝克到访的照片。照片显示，哈贝克在随行人员和向导的陪同下游览了北京胡同。根据照片分析，他到访的是老北京城地标建筑之一的钟鼓楼附近区域，地处中轴线北端。2012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访华时游览的南锣鼓巷距离这里也不远。哈贝克此访神情轻松，身穿白色衬衫，将西服搭在肩上。一张照片还显示，他对北京街头的电动车电池集中充电柜兴趣浓厚，听取了介绍。集中充电柜是一种共享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了低碳环保的效率，方便了市民。哈贝克在北京举行的首场正式会谈时，在22号上午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会见，双方共同举行了中德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首次高级别对话。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出，所谓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论调违背市场规律和经济常识。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与欧盟高举的绿色发展大旗不一致，保护主义只会拖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方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当前新能源汽车的全球产能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还可以做出更大贡献。德方表示，很高兴来华访问交流，德中经济关系十分重要。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受到外部因素干扰，中国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德方支持中欧双方就相关问题开展讨论磋商。德方表示，中国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成就令人瞩目，德方愿与中方一道加强合作，在可再生能源消纳、智能电网发展、零碳低碳产品生产等具体领域进一步探索合作空间，将中德绿色合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双方还宣布对话达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德国媒体在报道哈贝克此访时纷纷强调，这是哈贝克就任德国副总理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分析认为，哈贝克此次访华是在德国经济复苏乏力的态势下，受到了以汽车产业界为代表的德国经济界的巨大压力而促成的，但也显示德国红绿灯政府高层的对华姿态方面较以往相比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德新社分析指出，虽然哈贝克是在欧盟提出对中国产电动车调高关税计划后访华的最高层级欧洲国家官员，但哈贝克在行前已强调，自己访华期间不可能解决欧中贸易冲突，因为他不可能代表欧盟来进行谈判。值得关注的是哈贝克本人对汽车关税的态度。外界注意到他的相关表态仍有一定程度的反复。在出发前，他对媒体表示，中国是面对全球挑战如气候保护不可或缺的伙伴，因此反对脱钩。但他也清楚此访面临挑战，但德国在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中处境特殊。Von China komplett trennen, das will auch ich nicht, das will auch Deutschland nicht, das sollte auch Europa nicht wollen. Dafür ist China zu wichtig. Wir müssen ja in einer Beziehung bleiben. 抵达北京后，哈贝克释放的言论包括对中国电动汽车征税不是惩罚。他解释称，美国加征的关税高达100%，因此是惩罚，但欧盟不是。他还表示，距离欧盟提出的加征关税的时间点11月还有一段时间，现在重要的是认真利用这个时间机会进行对话或谈判。
但深圳卫视也注意到，哈贝克声称补贴导致中国电动车的制造成本低于市场价格，但显然这是对中国产业政策缺乏了解的不实指控。欧洲现在的一些保护主义举措就是在破坏 WTO 的规则。我想呢，作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如果是不遵守这样一些规则对于我们自身的经济对德国经济也是有害的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哈贝克此访中国前几天，6月20号，德国《经理人》杂志报道称，宝马公司撤回了瑞典供应商 Nosalt 价值20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电池订单，原因是该企业无法履行2020年签署的电动车电池单元长期供应合同。这份杂志评论称，慕尼黑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实际上，这家瑞典新能源电池厂商今年初获得了欧盟提供的超9亿欧元的天价补贴。仅仅3个月前，哈贝克本人以及德国总理舒尔茨等德国和瑞典官员还出席了这家企业德国工厂的奠基仪式。但令宝马大为光火的是 ，Nosalt 的电池质量无法达标，价格还超级高。此外，产能也严重不足。6月18号，6家中国主要车企和4家欧洲主要车企召开闭门会议。据悉，会上所有中欧企业一致反对调高汽车税。中方还指出，欧方打着反补贴调查的名义，强行搜集信息的种类、范围、数量前所未有，远超反补贴调查所需，带有窥探中国技术机密的目的。实际上，德国车企也是欧盟加税的受害者，因为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之一就是与中国产供链的合作。今年，奥迪在华首个纯电动车型生产基地启动预批量生产。梅赛德斯奔驰与宝马成立合资公司，在中国市场运营超级充电网络。中国德国商会最新会员调查报告显示，在186家受访德企中，84%的企业预计未来半年中国经济走势将改善或维持。China and Europe, I believe, have still many further areas to explore, right, in economic collaboration. So, first of all, both should agree that we have free trade and that we should also have access to the respective markets. I believe there are lots of complementary technologies that can be exchanged. And China has, of course, a big advantage of having a lot of scale for products and for technologies. 本月17号，菲律宾方面非法侵闯仁爱礁临近海域，并蓄意制造碰撞事件。中方连续发布现场视频和图片，予以强力反制。菲律宾方面突然降低了调门，声称可能是一场误会或者意外。6月17号，菲律宾违背承诺，派出1艘运补船、2艘充气艇，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期间，非运补船危险接近，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中国海警对非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但菲方却贼喊捉贼，无理指责中方。中方随后密集通过官方媒体对外发布现场执法视频，以正视听。中国警方在线微博20号再次发布多张现场照片，并幽默回应称：“再说一遍，是自拍杆哈，别再说什么斧头帮了哈。”外界注意到，与中方硬刚4天后，菲律宾方面21号态度突然软化。菲律宾文官长兼国家海事委员会主席贝萨明在当天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菲律宾军方人员与中国海警的对峙可能是误会或意外，菲方没有考虑因此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Sir, last na po on my part, does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consider this as an armed attack po? No. Well, you know, this was probably a misunderstanding or an accident. We are not yet ready to classify this as an armed attack. 贝萨明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执行秘书，内阁中最有权势之人，被称为小总统。对于这番回应，路透社和法新社都解读菲方的意思是，菲律宾认为此事件并未涉及到所谓的武装袭击而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启动。而菲律宾总统海洋事务助理森蒂诺也表示，菲方官员在讨论此次事件时，也没有考虑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我想现在菲律宾的想法就是尽量的让这个事儿翻篇儿。
因为他激怒了中国，就这样的事情如果再闹下去对他不利，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看得出来他们是一点都不占理，用一次蓄意的军事行动来测试中国海警的执法能力和决心。当这个行动破产了之后，对于菲律宾来说呢，必须要淡化处理，让这个事呢早一点过去。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于1951年8月签订，核心条款规定，如果太平洋海域任何地方的船只、飞机、军队和海岸警卫队遭到所谓武装袭击，美菲双方必须互相防御。外界注意到，在南海问题上，美国频频拿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说事。在此前的多个场合，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还是其政府官员，均提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为菲律宾壮胆。最近一次是在几天前的6月1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通电话，讨论中国近期的所谓升级行动。布林肯当时重申，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做出的承诺。外界分析认为，美国所承诺的依约采取行动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具体采取什么行动、如何采取行动，解释权完全在美国，实际上就是一张无法兑现落实的空头支票。非官方此次突然降低调门，不排除美方表面发声与菲律宾站在一起，但私下里表达了不希望菲方过度挑衅的态度。美国的表态呢，我估计让菲律宾心里比较凉，因为美国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并且呢，口头上的表态呢也是很有分寸的。美国的战略目的是要找事儿，是要在南海挑事儿，把这个紧张局势挑起来，然后呢，美国呢可以从中上下其手渔利。那么现在这个事情挑起来了，实际上美国目的已经达到了。至于菲律宾怎么去应对，那美国就对不起，你自求多福吧。还有观察指出，在菲律宾本周加大南海挑衅力度，与中国展开密集舆论攻防之际，美国此前在南海巡航的2艘航母里根号和罗斯福号纷纷离开。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里根号结束了16号至18号在南海海域举行的美日加菲4国海军的海上合作活动演习后，在没有其他舰艇陪同的情况下停靠关岛。在南海游荡近2个月的罗斯福号则在13号驶离南海，并于22号停泊在韩国釜山。实际上，南海的最大安全挑战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推动在南海军事部署和行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局势紧张，中美需要更频繁对话，避免冲突发生。观察认为，伯恩斯的这番话恰恰暴露出美国就是为菲律宾撑腰、怂恿菲方搅局南海的幕后黑手。其实美国不可能说，因为菲律宾在南海挑衅，最后呢，他和中国之间发生一场战争，这个是美国绝对不会愿意的。所以你看，当真的菲律宾需要美国撑腰的时候，那美国的军舰就跑掉了。所以我觉得就反映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它是非常分裂的。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在南海的一系列挑衅行为，除了有域外势力推波助澜的因素之外，其国内政治分裂也是主因。菲律宾副总统、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萨拉·杜特尔特19号宣布从现任总统马克思的内阁中辞职，辞去教育部长以及反叛乱特别工作组副主席的职务。据悉，这2个职务都是政治任命，但他将继续担任副总统这一民选职位。路透社称，莎拉这一举动并不令人意外，这证实了政治观察人士一直以来的预测。由于政治和政策上的分歧，他与马克思在2022年组成的家族联盟注定要崩溃。实际上，2人早就互生嫌隙。马克思4月份启程访美前，罕见指定了3名政府看守人来履行总统职能，包括莎拉和贝尔明，以及另外1名部长级官员。菲律宾舆论普遍认为，这显示马克思对莎拉的信任度降至谷底。实际上，自马克思上台以来，菲律宾政府扩大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一再炒作南海问题，频频对中国做出挑衅举动，早就令杜特尔特家族大感不满。莎拉的父亲前总统杜特尔特也多次下场批评马克思撕毁与中国之间的君子协定，让原本风平浪静的南海不断掀起波澜。小马克思他现在之所以对外频频挑衅，我觉得也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就是我怎么把国内抓住，我对外挑事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导致菲律宾国内这种家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那样一个
不太容易实现的一个执政联盟就有可能会解体，所以对于未来菲律宾政治的走向呢，当然会产生影响。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兴此前向深圳卫视分析，马克思加大在南海的挑衅力度，很大程度是为争取国内反杜特尔特家族的势力支持。菲律宾明年将举行参议院和地方选举，在那之前，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势必加大彼此之间的厮杀，需要警惕南海局势因此受到